用朴素的茶具还原真实的茶品。大家好，我是真茶君普。今天继续上一个茶友寄回来的一个甲级沱茶，1998年的一个甲级沱茶。大家看一下这一个甲级沱茶的一个包装。首先我们来看这个油纸条纹型的一个包装，看这个包装的不像星子的一个包装啊。我们再打开看一下这个茶，这个茶已经芽头已经泛红了。不了解的人一看这个茶以为是红茶沱。这个茶型来看，这是一个时间存放是比较久的一个茶，但是从它的叶面整体来看，光泽各种来看，应该是保存的是比较好的，是一种正规的干燥保存方式出来的一个沱茶。那我们来闻一下这个沱茶，这个茶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味道？其实还是很正常，也没有什么汤味，略微有一些陈味。因为沱茶它有一个特点，压制它比较紧，相信这个茶表皮跟内在里面的茶它还是有一定的差别。我们来把它打开看一下。很多茶友跟普文反映撬沱茶是比较难撬的。普文建议大家采用尖形的或扁平形的薄的一种撬针，我们通过这个中间往边上撬，这样是比较好撬的。大家看一下，碎的也很少，这样撬是比较好撬的。大家看撬好的，从这种松散的一个撬度过程来说，它是需要一定的年限才会让这个茶慢慢有一些松开，光滑度都非常好，说明之前压茶的时候它压得非常好。我们来冲泡开汤来讲解一下这个沱茶。好，大致我们就投8-9克，我们来冲泡一下，检测一下。好，我们做一个紧茶，大概15秒钟左右因为沱茶的紧压程度要比饼茶要高。出汤看一下这个茶，汤色黄中泛红第一道是拿来洗茶的普文建议大家喝这个老茶的话，尽量洗2道茶，漂浮的白色的点，这些黄色白色的一些点，这个开汤之后明显的能闻到一个陈味这个陈味的话不是私仓的那种陈味。好，我们等这个杯冷却一下，来闻一下这个冷杯香。盖碗盖中也是这个沉香味还是比较重但是这个沉香不刺鼻，说明它是一个干仓的保存。我们再洗一道，杯底还有蜜香蜜香出来了。蜜香往往是杯底，就是这个公道杯冷却的时候出来的一个香，泛红酒红色出来。第二道的沉香就更好了，还有一种木质香，但这种木质香樟香的那种木质香又有点不同。好，我们来冲泡喝的那一泡，这个沉香味很干净，就是陈旧的那种香味。热汤香是沉香我们来品鉴一下，汤色也非常清透，但是毕竟它还是老茶，它还是有点杂。入口这个茶汤有一些绵柔，这个茶汤是有厚度的，真茶有厚度的话是需要一定年限的，尤其是干仓，茶气各方面都是综合来说还可以。舌苔略微有一些燥感，还有一些色底，可能长期密封普文直接拿出来有一定的关系。汤中含有的那种沉香味非常足的，喉韵是比较好的，生津感已经有了，还是出来的比较快。好，我们继续泡喝的第二泡。清凉感来说它不是特别强。我们查询了这个公司，这个公司是2003年的，注册时间也是比较早，正常来说不应该是98年的，因为离它的公司注册它至少是5年。而这种横纹的紫下关沱的一个仿制，下关沱采用这类纸的年限确实是在97年之后98年之后才用这一类纸横纹油光纸回填。这么老的一个茶，普文跟大家讲述几点。喉韵还是非常好，它喉咙上它不会存在干涩，说明这个原料的本身的生态环境它确实还是不错的。而且那时候普洱茶的产量并不是那么高，会去用农药用化肥相对来说比较少。这个茶是回填，典型的临沧地域的那种喉韵还有带有一点点烟火味，有点仿下关沱的那种感觉。第二泡第三泡烟火味非常重。我们来泡喝的第3泡，这个汤色跟红茶的汤色很像，但是真正区别于红茶的方式
只要闻这个热汤，大家就能明白，红茶它是一种发酵类的茶。发酵类的茶，它是一个发酵的味道，但是这个沉香的自然转化是一种厚重的老旧的那种味道。普文中间停顿了大概有5分钟，在这个过程当中，口腔里的表现是这样的：首先，色底在舌苔中间3分钟之后，再慢慢的化开。当普文来泡喝这个第3泡的时候，色底已经不在了，整体的嘴唇的表现是不颤抖的，属于非常稳定的一个表现。虽然这是一个多款料的一个拼配茶，鼻腔这一块是通畅的。一般你喝到不舒服的茶、不好的茶、农药茶或化肥茶，会让你感觉鼻腔是略微的胀的那种感觉，脑袋两侧感觉胀胀的，然后胃部的感受它是暖暖的，这个茶生态是一定在的。我们倒出来看这个叶底肯定是有较多的黑糊点像大家看一下这个边上像这个都是黑糊点，从茶汤当中也能看到很多的黑糊点。好，大家看这个原料色泽不是很完全统一而且大家看一下原料上面有很多这些黑色的糊点，各种来判断它是比较老的，但是具体是不是98年的年限，我们直接这样判断，这个茶应该不是98年的。这类茶的话，在2004年到2005年之间是比较确切的，相对来说会去压制沱茶的。像这种原料的话，实话说它不是同一年的茶，而且会有几个年份拼起来的一个茶原料，还有这种茶籽。实话说，这个原料那时候的大众原料来制作的，你像这种根本不是茶的，现在都有高端的过静电的机器，像这个茶原料它肯定是发酵过的，会那么黑。那个年代的生态还是比较不错的，那时候根本没有静电的机器来。今天关于这款98年的甲基沱评测到这里，根据普文的经验，茶底、茶汤、叶底均匀度它是不一的，所以普文判断这个茶有存在比如说2002年的茶、2003年的茶、2004年的茶做一个综合的拼配有这种情况存在。好，关于这款茶的评判，普文就讲述到这里。喜欢普文视频的朋友可以关注普文，普文一定会为大家带来真实的原产地、真实的茶品、真实的评测。我们下一期节目见。